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 G， 选中国广电。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相声演员曹鹤阳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当然，我们还请到了今天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就来看看老师们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的。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结婚30多年，我小心维护着他的自尊心，尽力帮他完成梦想，到头来得到的结果却是我强势。这个家如果没有我在支撑，日子能过成现在这样吗？这么多年我几乎什么都听他的，唯一的爱好就是研究电子产品，他却总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我真的不明白，好好的日子为什么会过成这样？家里家外他总是这么强势，从来不在乎我的感受，我忍了这么多年了，真是受够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曹先生59岁，来自北京 ，IT 公司老板；女嘉宾白女士54岁，来自北京，自驾游领队。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主持人好。这为啥来我们节目啊？一老板，一领队。他是这样跟我相处的话呢，他首先是乱花钱。我们结婚已经30多年了，时间比较长。30年前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家庭呢还是那种座机，就是电话机是座机。他就决定斥巨资，他花了5000多块钱，在家里面就装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座机。紧接着呢，后来就是中国移动的发展嘛，就是咱们就是有了这个手机。你说说，你买的第一个手机花了多少钱啊？1万出点头吧。当时其实我都是非常非常的惊讶的，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工资啊，就是当时在工厂工作嘛，工资都不高，他就花1万多块钱去购置这样的一个手机。再后来，手机不断的更新换代，只要有新的机型，不同的这个公司出来新的机型，他都会拥有。所以最近呢，他又突然新买了一个手机，不能理解他这个事儿。那是您的问题嘛？那是您的习惯嘛？然后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先生一直在追着电子产品买啊？为什么对那些东西追得那么狠，控制不住？这个我说句实话也挺好奇的。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是一个技术型的人，我对这个技术比较感兴趣，而且我的工作经历的话呢，我也是经常替别人处理一些难题。所以的话，如果你不掌握最先进的东西的话，你可能你都没见过，你怎么去给别人处理呢？技术的需求。对，我觉得是这样。这么多年的这个生活的实际情况吧，他就是还是把这个钱啊，把这个资金应该放到我这边来管理，把钱给我。怎么现在突然想把钱给收回去了呢？他乱花钱啊。过去你俩的钱是各花各的。各花各的。那家庭共同开支谁出啊？共同出，一起出，一人出一半，差不多。一人出一半啊？呵，这日子过的，行，难怪说话这么冷静呢。也没具体算过，反正就大概齐吧。谁出的多吧？对，反正没有，都差不多。差不多，行。对，但没有具体的说一分一分那么算。行，愿意把钱交了吗？愿意是愿意，但是手里没什么可交的啊。不信是吧？对，就是站在我的角度的话，你这个就是一个借口嘛，是吧？你这个又花钱买这个，又花钱买那个，在电子设备这个产品这条线上，它是不遗余力，该花就花，就是这样。他购置的这些物品对他的这个身体啊，也造成了这个严重的这个影响了。对这个手机啊，对这些物品的沉迷以后，他的这个视力、这个听力，包括他这个睡眠都有了严重的影响了。不离手，上卫生间要拿着，你睡觉就是忘记了睡觉的时间，
他就是在用这个智能手机向这个接电话的时候，来电显示嘛，一些骚扰电话或者是一些诈骗电话。你像我来讲的话，我一般是说不接，即便是接听，我也是给他挂断。就是他首先接听这些已经标明的骚扰或者是诈骗的电话，他并且跟他们沟通，就跟这些人沟通。沟通完了以后呢，他还不挂机，他要让对方挂机，他要听一下他想诈骗什么，或者他要听一下这个内容。就您是对生活特别有热情的人，我也有这个心，主要没这时间。我有时候也看看他们怎么骗。说实话啊，就你马上听着这诈骗的，我也愿意跟他们逗闷子，是不是？我们都有一颗童心。对，我想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套路，对吧？你什么套路啊？然后我再揭露他们。哎，你看我们是干这，你不理解了吧？我男人那份儿，男人至死是少年，少年。老人被诈骗的情况很多，那我不担心吗？你这个被骗了呢，是吧？不是，我觉得恰恰是了解这些不容易被骗，那些从没接过的才容易被骗。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听多了以后，你对他们的套路了如指掌。对。所以呢，我觉得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是高于他们，我是俯视他们的。没错。所以我在揭露他们以后，一般我还会骂他们几句。特别棒。对，我就是要替那些受骗的人去报仇，行侠仗义。没错。好，还有别的吗？就是他有这个囤积物品的这个坏习惯，我无法接受的程度了，已经。就是我们家但凡就是有台面的地方，就包括说桌面或者是椅子的表面，他都要摆放上各种东西。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就开始囤积一些物品，占据家庭的就是这个屋子的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们两个刚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是一套不到20平米的小房间，10几平米。他是比较喜欢那个骑自行车的赛车，他考上的正好是咱们天津的南开大学。因为我们家是住在北京的嘛，所以的话，他这个往返北京、天津之间，他是骑赛车的。后来我们两个人结婚以后呢，他首先自己已经拥有了一辆这个赛车，但那个赛车是不带锁的，他就得把那个赛车就得放到我们那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后来我们两个人结婚以后呢，他确实也给我买了一辆赛车，又放进去了。这个还不算完，他后来他又买了一辆赛车，但是那个房间真的是放不下。不光是自行车，因为他是做那个 IT， 在这个20年前有一阵子传机热嘛，他有不少的这个业务。那个业务工程结束以后的话呢，就会有不少的这个剩余的这些设备或者是余料吧。你像是什么机箱啊、主板啊、电源啊、这个鼠标、键盘等等，它都要堆到我们这个房间里。最近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女儿嘛，她有男朋友了，现在她就想把我们原来居住的那个不到20平米那小房间啊，就堆的已经是杂物成堆的那小房间要收拾出来。这样的话呢，她或者跟男朋友一起呢，可以把那个房间布置一下，利用起来。我跟她说这件事情，小1年了，也是一直在收拾呢。我可以说差不多就小1年了吧，你收拾不出来，然后现在你跟我说啊，我一直还在收拾，这个事情是不能接受。好，您再接着说，还有什么？我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形成一种强合作的这种战友的关系。什么意思呢？您直接说。你们俩不就是合作了一辈子了吗？30多年，还要合作啥？我们就是最近在做一个新的业务嘛。啊，什么业务？就是自驾游业务。谁在做？我已经实际的操作了有大半年了。然后它确实有一定的市场。因为目前我们国家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还不错，就是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而且你那个智能手机导航软件也都用得很方便了。这不行，这玩意儿害人呐！这智能手机看的身体都看坏了。对吧？时不常的还得买，老跟着更新换代，这智能手机这玩意儿不行，坏东西。你接着说，我就感慨一句。然后呢，正好是咱们国家有一个就是确实是老龄化的这个人群结构，有一部分人呢，他会有钱有闲，他就会就是自驾车嘛，一起去玩，自驾一起去玩。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组织起来，一块儿到一个地方，去玩啊，或者游览啊等等吧，这样的一个活动。懂了。这种活动有长线或者短线的。他也是有驾驶执照的，我也有驾驶执照，我们都会开车。有的时候我想是说安排一下，有的行程他去一下，他只想去短线的，就是长线的他都不愿意去。影响到我们这个
业务本身了呗。我明白了，什么强强联合呀？您是老公给您那儿打工去呗？不就这意思吗？你这么说不行吗？大哥，我嫂子的意思是，她得求您帮个忙。你作为你这老公，你帮我撒个娇不就完了？好嘛，宏观国家发展的很快啊，自驾游很好啊，你要跟我强强联合啊，您就不能好好说话吗？这是您老公啊，您求他两句，他还不帮您吗？跟他窃窃私语，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见效。您为什么不帮人家呀？他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一来，我觉得你这是一个新兴市场，你也看不透它。你要过大的投入的话，这风险也挺大的。哦，对不对？另外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从长线、短线来讲，我觉得短线的话，2、3天，比如说你可能占个周末呀什么的，或者搭个周1、周2的，或者是周5的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都没问题。但如果你长线，比如说你要半个月，甚至是1个月、30天，那你现在你身边别的事情都被打乱了，这个我觉得那就不值得了。强势吧，强势，一辈子都听他的话。对，你是真心听啊，还是口头应付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首先从本质上来讲，可以是真心听，但是呢，男人嘛，总是会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求同存异吧。您是有智慧的人，会应付，是吧？问就说，问就说，上班反正走了，见不着你也说不着我了，基本是这么一个状态吧？反正该干什么干什么呗。哈哈，说也没用。所以这个30多年这日子过得也挺凄凉的。我这外人听来，就是夫妻之间愣不知道咱这家有多少钱，是吧？那其实我对他我不太清楚，但我自己就是感觉我太忙了，就是真的是工作太忙了，就是没有时间去过问这个事儿。有的时候，过问啥事儿？过问就天天的去问他，你有多少钱或怎么样，没有时间。所以到了这个岁数，为什么干嘛还要去做什么自助游呢？而不是内观一下你们2个人好好的生活一段呢？我是觉得好像这么听起来30多年，你们俩在生活当中的沟通都很少。那未来养老这事儿怎么弄啊？我这边是觉得说工作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不是您迟早要退休嘛，不可能干一辈子嘛。就感觉能干一辈子似的。我说点浅见啊，挺有意思的。没人管，结婚30年，还是个单身汉，他可以很自由，在财务上他是自由的，在爱好上他是自由的，在时间上他也是绝对自由的。他当然愿意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有一些是工作需求，有一些也是兴趣爱好，还有一些就是过独了，不需要商量。在我的心里是没有那个弦儿的，说我家里缺些什么不需要，对吧？没这弦儿吧？我觉得我有。所以就是我感觉他就是狡辩嘛。这不叫狡辩啊！您得反思反思，为什么把日子过成这样？一家之主啊，在家里您算一家之主吧？现在是，原来带商榷，现在是。因为现在收入高了呗？还是一个。或者看起来收入高了吧？是吧？哎呀，所以您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咱们简化一点好不好？来的目的刚才也说了，就是他在这个相处的这个婚姻关系、夫妻关系上，他能站在我的角度去思考一个问题。刚才您也谈了，他在做好多事情的时候，就完全还是一个像您的话，借您的话说，就是还是一个单身汉的状态嘛。所以的话，你在这个做好多事情的时候，你能站在我的角度思考问题。我说句实话，我听起来是俩单身汉，不是一个单身汉，是俩单身汉。我感觉我的这个主观意识，包括我表述出来的，还是说是希望
能够一起合作一些事情嘛。挺冷的，我明白了。就是希望不管以前怎么样了，以后咱能够加强合作，是吧？加强合作有3个层面，在家庭生活的层面，希望把财权交回来，叫经济合流，咱好一起规划未来，是吧？在事业上，我希望你能搭把手，我们能作为合作伙伴，把我现在想做的事儿做得更大，是吧？是不是这意思啊？是，差不多。我理解的对了吗？是。好，是好，老师们，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2位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我再确认一下，你们2位是原配夫妻吗？是。确实是。真的是。但为什么30多年的婚姻过得如此的压抑，如此的窒息呢？妻子刚才这么冷静的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恕我直言，我难以想象这是30多年的夫妻，我难以想象这是家庭生活的真实状态。另外，做妻子的要明白，任何一个做丈夫的，都是盼望着被妻子欣赏，甚至是仰慕。最基本的是尊重。如果一个妻子对自己的丈夫不断的否定，不断的贬低，她心态也会出问题，甚至她会认为在这个家我没有被需要的地方。这个年龄了，更需要的是2个人能够携手走黄昏了，双方相互包容，该迁就的迁就一点。你今天的这一番话，我想电视机前没有几个做丈夫的会认同，会共鸣。谢谢。谢谢伯伯兄。文老师。其实一个好的伴侣，他也是一个好的心理医生。叔叔，其实你有很多的情绪需要宣泄，你做很多事情，我都没有认为可能你是想要这个东西本身，我觉得他是想要一种按自己的方式去发泄。其实我觉得大叔现在真的是处在一个自己需要好好去总结的一个状态里，而不应该是他来强制性的要求你给他一个什么结果，因为那是他的人生，他的人生现在进入这个阶段了，你去督导他是没有用的，他现在需要的不是班主任，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引导他看清楚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而不是你每天都对他说你有问题，你有问题，你做什么都是错的。还有一个就是说，2位已经就是我觉得到这个岁数了，要学会就是要开始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我们遇到很多来这个节目里面的就是大哥大姐、叔叔阿姨，大家都是不会去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的。而且你们2个要去想的是，你们都为对方做一件事情，你们去沟通你们最想要对方为自己做的一件事情。你不要一上来2个人针尖对麦芒，什么都谈不好。先从一件事情的合作开始就好。说完了。谢谢文老师。曹老师。女方强势30年，没赢；男方闷头任性30年，没输。先说男方吧，男方就是我能理解您对这个电子设备的喜爱什么的，可能真的是对于身边的人来说，这个没有规划呀，到处扔啊，可能这个真的是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尤其一块生活的人会带来很多困扰。但是其他的尊重个人选择，因为确实是您这个专业跟这个设备是对口的，这个咱理解。有好奇有喜欢的，就跟我的工作一样，我跟演出沾边的事儿，我也爱多看看多学习学习。然后这个女方这边吧，您刚才最后的诉求是加强合作，但是我觉得有点难度，因为您又要收钱，又要在公在私加强合作，我觉得不太现实。我的讲话完了，好，谢谢曹老师。曲总。大姐，我问您啊，您信任你老公吗？信任。收钱这个动作以前提过吗？提过，但不是那么，就是。他给了吗？所以我现在提嘛，就是。所以没有掌握，对不对？嗯。那这会儿他没钱了，你为什么要这会儿还要钱？他说他没钱了嘛，所以你不信任他，对吗？您有爱好吗？毛笔字、书法。还有什么爱好？
主要就是毛笔字，因为很花时间。你们在一起30年，各自都有自己做的事情，而且都占据了很多的时间以及精力。你们的能量、你们的热情，全都给了你们的爱好，所以你们疏于你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你们有爱吗？有爱。你是爱电子产品多一些，还是爱他多一些？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不能领域相比。不能相比。好，2件事情，我排个序，谁第一位？我觉得他挺重要的。光说不行，行动在哪里？你给了他什么？你给他时间了吗？哦，你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自己的爱好上了。你给了他安全感吗？他现在明显就不信任你，他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关注他了吗？没有，他所有的感受你都忽视的，把自己的爱好占据所有家里面的台面。你有改过吗？你有调整过吗？没有。所以谁重要啊？你的爱好更重要。您太自私了。您呢？我觉得对这份爱没有信任，没有希望。所以你们俩之间的问题很大。这么多年，就是2个完全住在一个房间里，但是没有更多的交流，没有更多的感情，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现在突然想干嘛？强合作，你们能合作到一起吗？合作伙伴我们应该怎么去选啊？契机是什么？你们有共同目标吗？没有，怎么走在一起？好无趣的婚姻啊！就这样。谢谢徐总。来，2位老师。我听完全场，我感觉就是你们的日子呀，过得就不热乎。我感觉在婚姻当中，你们2个就是2个平行线在生活。我觉得阿姨做了很多，可能就是这种对婚姻的不甘心。您想现在跟先生一块儿去做一些旅游行业，其实您可能想让他在这个过程中去看到您，去认可您，去关注您。您可能不明白他为什么能对这些冷冰冰的电子产品这么痴迷，而不能抬头来看看我，关注我，来认可我。我觉得在这段婚姻关系的这种合作中，你们并没有合作得很好。所以说，您想跟先生一块儿去合作做其他事情，也未必能成，反而矛盾会更多。如果您真的喜欢，您就去尝试。就是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多一些关心和包容。谢谢，齐来老师。大哥，我有一个小建议跟您分享啊，就是人生要想轻松自在、神清气爽，就要给生活足够的空间，这是断舍离的真谛。所以呢，我建议您将您的生活断舍离。那么，大姐，我建议您呢，您说的没错，夫妻双方呢是战友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夫妻双方是助燃剂的关系。您要看到他的价值，成全他的梦想，只有双方共同齐心协力，才能真正通往真正的幸福。谢谢啊，我说句不恭敬的话，离婚算了，别过了，没意思。各自放了各自吧，确实不恭敬这话。也没法过这日子，听着没劲。其实我相信，如果分了，你们反而轻松。真的，你做你的，找你志同道合的人，去过您的下半生。大哥可以找一个，就是挺喜欢他这种人的，技术控，然后内心闷闷的，有想法，需要别人引导着说出来的，就是那种在情感上面需要引导出来。他不是没有情感，他的情感，他的情绪。完全被压制了。你想想，他能从年轻的时候骑自行车从北京骑到天津，就这种骑行，他对生活的热情是什么样的？他的内心极其丰富，你不愿意走近，你不愿意了解，你什么都不了解。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对大哥的了解，稍微深探一下，可能比您30年了解的还多。我觉得您不愿意了解，您检讨一下，反省一下。当然不是说大哥就没有错，都是大姐的错，大哥的错其实也挺严重的。这个女人你也漠视，你了解吗？我觉得我了解。你确定吗？我确定。她现在为什么为您收钱？她还是掌控感比较强的。
您为什么不愿意给？因为现在确实手里没什么钱，1分都没了吗？ 1分都没到谈不上，但是确实、没什么钱是没多少钱，5位数起6位数起的没钱，不用在这儿跟我们说。为什么不愿意给？那多少自己也得有点能有一些支配吧。支配了干嘛？当然就是日常的一些需要嘛。所以啊，我就说，都想那么自由，不如彻底自由啊！彻底自由多好啊！如果还想要，就都别掖着藏着。回家之后就做一件事情：第一，把30年的财务捋吧捋吧；第二，把未来30年要做的事情捋吧捋吧，咱再过。否则这日子我看过不下去，因为到这个岁数谁能改变啊？谁都改不了，固执的比什么都强，怎么改，怎么弄，是吧，大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觉得有些事情我还是需要反思的，但是有一些因为习惯问题嘛，所以需要改的话，恐怕肯定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另外，我也希望你能够改变你这个特别强势的这种习惯。你也知道，生活本来就不容易，相处就更难了。那就看你的行动吧。哎呀，谢谢两位啊！您要交财权、交钱，您就出来。您说我没想好呢，钱我还得先拿着，您就别出来，好不好？行吗？可以吧？你要是放权，就是这钱算了，还是你拿着，您就出来，好吧？你要说这钱我就得收回，你也别出来了，行吗？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鱼 APP 添加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百味站”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吧，包红兄。确实难以想象，30年的婚姻会过到现在这样，如此的没有温度、没有激情，更没有温暖，算不出，绝望的，真的绝望，算不出。罗老师，男出女不出，他会交权啊，他会把钱交了。我觉得至少在现在，他态度会有一个进步吧。曹老师，双不出，别出来了，冷静冷静吧。对对对，啊，双出，这是事实。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哇，在愿意交，那不愿意要。哇。哎，大姐，我就特好奇了啊，来的目的就是要钱的呀，怎么这钱又不要了呢？要一起赚吗？啊？要啊，要一起赚啊！一起赚，人家不跟你一起啊？你跟我一起吗？一起。嗯，一起赚是吧？嗯，行，来，让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行，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请回。
好了，祝他们找到他们想要的幸福吧。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在一起以来，我感觉一直都被他支配着，他想干嘛就干嘛。我承认我之前确实做错了，但是我现在已经改了。他总是揪着之前的事情不放，让我感觉到很窒息。在这段感情里，我们两个的关系极度的不平等，而且他的未来规划里根本没有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段感情。我希望呢，我们可以多点信任，多点包容和理解。未来我还是希望跟他继续走下去的。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周，21岁，来自黑龙江，大一学生；女嘉宾小月，22岁，来自山西文源。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真高，你有多高啊？1.9米。学什么专业的呀？器乐表演。哪个乐器？萨克斯。萨克斯。吹萨克斯长你这么高的不多吧？哦。啊？是学校篮球队的吗？也是。怎么认识你女朋友的呀？通过朋友介绍的。喜欢吗？喜欢。就现在好像据我了解，现在女生对高个子免疫力没有是吧？是吗？我免疫力很强的。你男朋友多高？1.8米。你怎么没找1.75米的呀？免疫力很强，嘴里都说的是我们免疫力很强，不在乎，然后带出来一个比一个高，就跟篮球队似的，是吧？今天为什么来？今天就是因为我们谈挺长时间了嘛。谈多久？谈4个月吧。谈多久？4个月。不是，谈了4个月。是的。就谈到我们这儿来了。是呗。那您说吧。就是在一起，中间经历过一个男朋友有了新的女朋友这个事情，再之后呢复合，但是现在就感觉这个感情出现了更多新的矛盾吧。好。在一起2个月吧，2个月期间呢，他就一直跟我表示说身边不缺女孩喜欢，那我听听得了呗，他还能怎么着啊？对。完事儿有一次告我，学校有一女孩，我说然后呢？他说我想试试校园恋爱，刚大一嘛，我很理解，那我同意呗。啊？不是这怎么我怎么觉得像儿子跟妈说，妈我读大学了，我恋爱一下，妈说准了，就真练了吗？还是开玩笑啊？真练了。高，练完之后呢？他跟他的女朋友在没确定练的时候吧，给我打电话，我当时呢还在外地，开始关心我，开始说自己现在没有谈恋爱，那我俩可以继续聊天嘛。我以为他跟人家没有下文了，没想到第2天告我有女朋友了。啊。确定了。啊。确定之后1个月吧，1个月期间，每天自己也是疯狂内耗嘛，毕竟对我2次的伤害，但是自己呢还是忘不掉，就喜欢这种。这不是你们这关系，我先梳理一下，这个算你们俩分手了，他谈了个新女朋友，是这意思吧？是呗。哦，你就说你要谈，我也不阻止你，我跟你分手，是这意思吧？你们俩分开了，然后他谈了个新女朋友，等于你在谈新女朋友期间，1天2次对他的伤害是指你跟他联系是吧？对，那个时候还没谈，然后在暧昧期。跟谁暧昧？跟新女朋友。哦，跟新女朋友暧昧，又忘不了老女朋友。对。对，你这就标准的渣呗。那后来到底谈没谈成啊？这新女朋友？后来谈成。谈成了，谈成了能放过他了吗？放过了。那没有。也没太。你不能照着你腿长你玩命的匹那船呐。是。累不累？累。后来怎么选择的？后来就是知道谁对我更加好，然后跟谁聊得比较更聊得来然后呢就结束了那一段关系。经过了你的实验，发现对比，对这个更好，性价比更高。性价，然后就跟那个分手了。对。你就跟他复合了？当时没。当时没，后来呢？后来复合了。还笑，行吧，心够大的。自己不争气呗。复合之后就好了是吧？复合之后，这不是又开始又各种新的小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就之前吧，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当时也是有点这个亚健康，啊他就带着我运动嘛，他自己也喜欢一些长跑，没事儿跑个半马玩这种的。多好啊！他给我制定一些计划之类的，啊就很贴合我的实际，并且是我能完成的。啊！但是复合之后呢，这个计划继续执行嘛，就开始特别的严峻，就但凡我不按照他说的做，不按照他说的吃，他开始生气。嗯。但是这个事儿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比如说他今天上课累了之类的，那我就不动了，我会有各种理由就不动了。所以我觉得他之前可能是为了我的健康，那现在我就既然我某一天可能不想动，他还逼迫我，那可能就是嫌我胖了呗，就对我有意见了呗。哦，是嫌他胖吗？不是嫌他胖，就是我跑这半程马拉松嘛，然后就给他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我给他做的就是那种碳循环的方法，就是通过训练的时候，他就低碳饮食。你又不嫌他胖，你让他减肥干嘛？提升他的运动表现。他也不是职业运动员，他要提升运动表现干嘛？就是我希望我俩多培养一个可以共同的爱好嘛。对。但是为啥你不严格执行，要求人家严格执行呢？因为我比较了解我的身体条件，比较就是什么样的身体素质。今天少跑了，明天我就把那个量跑回来。就说好听点，算是男友兼教练，对吧？对。说不好听点，就要通过这件事儿对女孩开始控制了。你有意识吗？你可能没意识。对。那你不嫌我胖，那你为什么经常抱我的时候会说再轻一点就好了？每次都在点我，就各种事情，什么，比如说你想见面的时候，那我推掉手里所有的事儿，我们去见面了。那你突然间有事儿，你就会有各种理由来推脱、来逃避你要承担这个爽约的责任，你就非得逼我把这句话说出来。就那次，这周一跟我说，周天他要跟朋友出去过生日，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当时寻思给他一个惊喜，买了鲜花去找他去了。然后呢，他就不能见我，然后他就说那个让我一直在那儿等着。然后我就寻思挺生气的，当时。为啥不能见呢？见了几分钟吧，那我都约好了嘛。那为啥不能把他带到朋友面前说，哎呀，你看，是我男朋友。他不去。对，我就想让他单独陪着我。懂了。他就是一点自由的空间都不给我。确实，这张云思那个没给他足够的自由。但是平时呢，我为了我俩谈恋爱呢，我会去酒吧吹萨克斯、做兼职、表演。我每次去，他就在酒吧那儿点杯酒看着我。什么叫看着你？欣赏你的音乐呀。我吹多久，他喝多久。每次呢，花也花不少钱儿。就是酒吧老板都跟我说了，说不行，下回我免费吹，他免费喝，钱全给覆盖了。那他本身就不让人放心嘛。你是承认你去看去了，不是为了听音乐是吧？那酒吧确实我见过的，就有很多女孩去找他要微信，要联系方式。所以他说监控或者监视是对的，是吧？然后我就觉得吧，这个确实是我之前做错了但是如果就是我确实承认我以后会好好改，但如果他不信任我呢，那这个恋爱就特别累嘛。是，对，没有信任感的恋爱就双方都很疲惫对。那你提出分手了吗？没提出分手。那提呀。我跟他商量，那不听。就你也想分手是吧？有那么一点吧。但是他不愿意是吧？这姑娘眼睛狠毒的。不，怨毒的。怎么了？你说话，别气着说话。那你现在想着就要分手了呗？那之前我们一起做的我陪你出国的打算，也就泡汤了呗。谁陪谁出国？我陪他出国。谁要出国？他要出国去大学毕业之后出国学音乐继续。然后我是因为目前在工作嘛。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肯定不可能说出国出差这种的，所以我在想放掉手里工作，去学习一个跟妆的这么一个专业，到国外陪他继续上学的话，可以自己有一个手艺吧。你就准备陪读去了？可以说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呢，也是我自己比较感兴趣，只是为了他把这个计划落实了。你什么时候走？我咋的也得大4毕业啊，我就觉得这事儿特夸张。今年是大1。嗨，
哦，我以为3个月以后的事儿，结果说了半天3年以后的事儿。然后他现在就要把他的这个工作啊，比较稳定的一个工作啊，就要给辞掉，然后脱产去学这个跟妆，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是，那是肯定是没有必要。对啊，而且我觉得如果出国了也没有找到好的这个收入、好的工作机会，他就会拿这个事儿道德绑架我。他就会说那个我当时又不是因为你，我不能学跟妆。那我父母已经知道我们谈恋爱这事儿了，他们很多次提出来想见一面吃个饭，你也说这事儿早，那在你那儿什么事儿不早啊？就我确实这大一呢课特别多，然后当时他说的时候就确实有各种考试啊，各种结课，然后他呢，我当时就确实跟他也好好说了，我说确实当时是忙，然后等我忙完了之后，他也没再提这个事儿。我现在这事儿就先这么样呗啊。那你父母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呢？就是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已经工作了，在学历上呢就没办法提升了。我父母就是之前跟我建议我呢，谈恋爱就找一个学历相当的，然后我就是不太好跟父母说，然后我就寻思等那个谈久一点。说实话，上来的时候吧，还特别坦诚。越说越虚伪，你现在能确定要娶她吗？不能。对呀，你们现在不就是谈恋爱的关系吗？你就告诉他没达到要见父母那个状态，不就完了吗？是。那你就跟他说呀。就我就寻思谈久一点嘛，然后再跟父母说嘛。啊，行。那你现在不还是就没有以后吗？你也不准备说呀？姑娘，你能意识到你们其实这就是一场青春的恋爱，你这个能意识到吗？能意识到吧？可以，比较幼稚。他就年轻，他就是青春懵懂，他还在那儿什么都不知道呢，啊，就是这么一个年龄。你想从他的嘴里听出责任承担都没有，他现在就是我快乐一天，我们俩在一起开心就好，是还是不是？是，但是我还是希望跟他在一起好好相处啊。行，愿意有这个态度也行，啊，但是经得起诱惑吗？能。所以女生今天来就是我谈了一段恋爱，我觉得我的男朋友很优秀，在女生的眼里可能也算经历过爱情的挫折了，因为他曾经分手跟其他的女生好，我们又在一起，女生又认为我们经历的挫折，同时也认为我们还一起规划了3年之后的未来，是吧？是。所以我现在希望你们支个招，让我们这感情怎么稳固一下。能不能这意思？就是希望我们能帮你提前锁定这个你心目里的如意郎君，是吧？是。好嘞，各位老师，今天让你们要上锁拿人，把一小子押进婚礼的殿堂，看看你们有这本事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4个月恋爱，中间分手1个月，是。给爱情放了个小长假。是的。但是这分手1个月很奇葩，男生竟然说我要去尝试一下校园恋情，就和别人去谈恋爱了，最后没谈成，你又回收了。这样的2手爱情你就收回来，而且喜滋滋的感觉到很荣耀，所以你们这段恋爱谈的真的不对等。他是长得帅1.9米，但天下比他帅的男人真的很多。我希望你把眼光放得大一点。我真的是今天替你父亲在说这一番话，怕你受到伤害，好吗？好的，谢谢老师。何老师，在一段关系里面，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年纪谈恋爱里面，好看加任何一个恋爱中的美好品质，它都是王炸。但是如果好看，你图他的，他给你的只有好看，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想将来。他是一个非常会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的人，他甚至可以跟你讲说：“我先跟别人去谈一谈，你先等一等我。”他知道你在那儿等他，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他的水平线向下找的女生，你不是在他水平线上找的女生。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你自己心里可能也清楚。现在的这个时候，我不建议你去想什么3年以后啊，什么未来我要跟你结婚这种事情，不可能，不现实。
你现在就该谈恋爱谈恋爱，享受它，使用它，占有它，开心就好啊！这就是你们俩各自选择现在当下能让你们对方快乐点，再往后走一切随缘就好了。嗯，来，曹老师。这我说你们俩事儿之前，我想起我身边发生的真事儿，虽然跟你们俩人可能不太贴切，就是我一说你们一听吧。我身边有个妹妹，我们关系不错。她父母对她找对象这件事非常的着急，她现在年龄也不小了。然后她身边出现过条件特别好的啊，人特别好的，当然相对都不是很帅，工作也很稳定的，出现过好多，一个谈成都没有。我就问她，我说妹妹你怎么想的？她说哥我跟你坦诚的说，我跟我爸我妈都没法说。我说你说一个，我真的不明白，这么多条件好，怎么就不成？哥，我就爱渣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帅，我觉得精神，我就爱渣男。我真的没有撒谎，这个真的发生在我身边，他真的亲口对我说的。对呀，我就爱渣男，因为他就是帅，我虚荣，我领出去我高兴。他站在我身边，他就是好，就个儿高，就是精神。我领出去，我姐妹看见我就是好，哪怕他是渣。我也喜欢。好，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了啊。且说且了，咱再说。都听懂了啊，咱再说啊。你这个恋爱谈得非常的累，他这么帅，这么精神，喜欢吗？喜欢。爱不爱？爱呀。但是你天天看着他，这算怎么回事啊？酒吧盯着去，是你要真信任他的话，你不用盯着他。你要不信任的话，你盯不盯着他，也有一帮小姐姐找他，防不胜防。而且从侧面来讲，你现在的所有行为就是你们俩人在恋爱当中，你不自信，你不觉得凭我的个人魅力，以我现在对他的爱这个状态，我让他感受到的一切，他会愿意陪我走下去，你自己都不确定，那费那劲干嘛呢？我个人觉得，先把自己提升，让自己活得更舒适、更舒服、更自我一些之后，再考虑你们俩之间的事儿。我说完了。好，谢谢老师。来，曲总，女生要赶紧跑。你跟他在一天，你就会迷失自我一天。你发现他为什么要说周围有很多的女孩追我呀？让你有危机感，让你不自信。他为什么说你胖啊？让你觉得你配不上他呀。这个人和你相处，他不是让你感觉到自己我很舒服，我很开心，我很自信，我很美，不，他让你感觉到卑微、紧张、不放松、害怕失去、不安全感，完全把自己卑微到了尘埃。这种人你还不跑？为什么你会这样？为什么？因为你内核里就是不够自信，因为你的事业是你不喜欢的，你看不到自己事业的方向，你根本就没有人生规划，所以有这么一个外表好看的，好像给你找到了一点自信。好吧，我事业不成，但是我爱情可以。你选择了一个风险非常大的100%要失败的路。为什么3年之后的事情，现在你就敢去辞职啊？因为你辞职没有任何压力，那不是你喜欢的一份事业，而只是一个活儿，挣钱的活儿而已。所以你想借他出国这种机会，然后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错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这个人不爱你，你不能自己不爱自己啊！这么轻率，冒这么大的风险，你对得起你自己吗？就这样。谢谢曲总。来，帮帮团的老师们。作为广电帮帮团，我想说，其实你们这个爱情从一开始的打开方式就错了。你们是在践踏了信任和道德底线的前提下打开了你的这个爱情，所以你们现在各自的苦恼其实都是自找的。其实我很赞同这个文老师刚才说的，我觉得女孩就是，人这一生如果能遇到一个让自己这么喜欢、这么愿意为他付出的这种情感，这种人不多。你现在就去好好享受，但是你要给自己一个时间。比如说我给他半个月、1个月，我就去好好享受我喜欢他的这种感受。因为其实喜欢一个人是一个人的事儿，你喜欢他，你不能强迫他也喜欢你，像你喜欢他一样的喜欢你。但是你就去好好感受，然后时间到了，潇洒的转身，记住这份美好
就可以了。以毒攻毒啊！来，老师啊。我尝试着用4句话来解读一下你们的关系和状态。男生说，不是恋爱谈不起，而是饭圈女孩更有性价比。女孩说，爱偶像风追不止，偶像是我的梦想，偶像是我的动力。男生说，其实我真的很爱你，就是不止你一个。女孩说，蒙着眼睛说，偶像让我们一起创造美好。作为广电帮帮团，女孩，我送你一句话：天是蓝的还是深的？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醒醒吧。好，谢谢老师。有点无奈，心里想，你们误解我了，我不是这样的，你们也严重了，我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不严肃。因为在他那个年纪，认为我谈恋爱很短的时间，我就快速地告诉了我的女朋友，说我准备开启一段恋爱。实际在他们的彼此约定里就叫我们分手吧，而确实也做到了我们分手吧，是吧？继而有了一段学校的恋情，女生也是这么承认的，对吧？只是在这个短暂的相处之后，她发现还是这个好，那就是回到了博宏兄说的二手爱情的过程当中，对吧？中古品嘛，要回收了嘛，这个都没有争议，对吧？这个没有争议。你知道老师们说的是什么吗？就是如果你以这种思维状态下去，你未来的人生就恰恰变成了他们嘴里的人生，这是一个特别可悲的地方。其实你听完之后，你心里也很难受，是吧？误解了，严重了，我真的没有那么坏，我真的不是那么想的，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这都不重要。其实关于爱情这个事儿，跟与年龄无关。爱情集中反映的，就是第一阶段，就是本能，好看。吸引，相爱了。第二个阶段，磨合，然后是责任。你们现在不就在第一阶段还在吸引吗？为什么想来？为什么痛苦？是因为有人想给这个爱情一个结果，所以你痛苦了。我一直认为人生经历没有白给的，就像你那个妹妹一样，很开心，我就喜欢这个，她开心了，对吧？就跟飞蛾扑火是一样的，到现在没有一个谈成的，但是他依旧是继续被伤心，继续难受，然后下一次还是再追求。对，哪怕被伤2、3次之后，真的碰到一个，我都见过，条件还真不错，工作也好，然后就是长得肯定没有他喜欢那种类型精神啊，依旧往上拒绝，然后接着往别的地儿跑。对，所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们也不劝女生你到底应该怎么做了，人生是你选的。男生就提醒一点，保持你现在的坦诚，不能再无耻了，能理解吗？就是你最基本要做到的是，在你跟他恋爱期间，你不能分心出去有暧昧，这是你能够保证的吧？这个可以吗？可以。好，那就没什么了，就自己选择呗。这么年轻，你们这么年轻，对吧？生活自己去选。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月月，其实你对我的这些付出什么的也很多。我首先想对你说个对不起，在这个感情中，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然后，其实不光是我帮助了你，你也帮助了我很多方面。就像我有拖延症啊，你督促我呀，你督促我进步啊，督促我练萨克斯啊，我也真的很感谢你。然后我也觉得我们非常适合，我也想通过我好好珍惜你，就是请你再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吧。就是换作是谁的话，可能我觉得让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也都不会再接受，哪怕是我自己的话，可能我也不会同意这个感情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吧，谢谢。谢谢两位，请回，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京娱 APP 添加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红兄，尤其在恋爱当中的女性，真的要多一些自爱、自重、自尊，否则的话，那就是爱情自杀。我盼望的是男出女不出。我今天这个跟您的观点真不一样，我被这几个女老师给洗了脑了。我觉得她们说的对呀，就喜欢嘛，难得碰上那么喜欢心仪的一个嘛，那你就，对吧？来，文老师。首先我说结果是双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跟女生说的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害者的一个角度上去，也千万不要自我矮化。你要想，就是你每天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而他每天都跟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那你是不是赚到了呢？啊，对，理解了。来，曹老师，双出。因为刚才男孩都已经那么坦诚，我觉得以女孩他们的关系会出来。徐总，但是女生啊，听完男生那话之后没说话，所以男出女不出。好，我们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给早早的等候，在吗？他不想跟你玩了，有话跟他说吗？就是她是个非常好的女孩，但是确实可能我们这个差异确实特别大，但是如果能再给我一个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她的。就是不是他，就珍惜下一个对你好的人，好吗？谢谢，来请回。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 G 选中国广电。再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